米歇尔有着靓丽的外表和活泼的性格，学生时代的他曾是耀眼的啦啦队长。他精力充沛，魅力四射。大学毕业后，成为护士的他仍然保持着活力，有他在的地方总是充满正能量，他总能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有时候他还会穿上啦啦队的制服，制造一些浪漫。米歇尔的丈夫吉米曾是一名呼吸道医生，后来辞职开了一家医疗用品公司。他外表俊朗，事业有成，每个认识他的人对他的评价都满是溢美之词。在外人看来，吉米和米歇尔非常幸福，夫妻两人有着完美的样貌、完美的职业、完美的生活。但一场大火将这完美的一切烧尽。今天我们就来讲述这个无需改编就能拍成电影的故事。摩根顿是西弗吉尼亚中北部最大的城市，它位于莫农加西拉河畔，常住人口约29000人。这里也是西弗吉尼亚最大的综合性公立大学西弗吉尼亚大学的所在地，在校师生总人数超过3万人，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该市的常住人口。因此摩根顿每年9月份都会迎来数千季节性居民。这里治安良好，学术氛围浓厚，是一个典型的大学城。2005年11月29日，摩根顿基拉尼大道上的一所房子发生了火灾。由于这是一栋坚固的砖瓦结构的房子，等到目击者看到有火苗从房顶窜出时，房子内的火势已经难以控制。就在消防队员忙着救火时，一名女子一直在人群中焦急地询问吉米在哪儿。消防队员与大火搏斗了将近1个多小时，才把大火扑灭，并且他们在2楼的主卧室里发现了一具躺在床上的被烧得面目全非的尸体。死者名叫吉米·迈克尔，是房子的男主人，而刚才那名女子正是吉米的妻子米歇尔·古格斯。摩根顿警局的警员保罗·梅扎诺特来到现场进行查看。起初他们以为正在处理一场致命的火灾，但当他看到卧室的尸体后，感到有些奇怪，因为通常被困在火灾现场的人都会想办法逃离火场，即使走投无路也会蜷缩在他们所认为的安全的地方。但吉米显然没有这么做，他依然保持着睡觉的姿势，这很不合乎常理。保罗对米歇尔进行了询问，米歇尔说他在附近的医院上班，他大约是在早上6点钟左右出门。当时吉米还在睡觉。几个小时后的上午10点30分，他接到了消防局的电话，告诉他的房子着火了，于是他便赶回了家。他还说他觉得火灾的起因可能是他忘记关电熨斗了。通常来说，夫妻俩一方出了事，另一方自带嫌疑，但米歇尔的回答和表现并没有可疑之处。警方对案发现场进行了仔细的搜查，他们将有可能成为火源的电灯、插座、电熨斗等物品收集为物证，但并没有找到确切的起火原因。警方还将吉米的尸体送往法医实验室进行尸检。仅仅3天后，法医证实了保罗的想法，吉米确实被严重烧伤，但在他的血液里没有发现一氧化碳，呼吸道内也没有吸入烟雾，这说明吉米并非死于火灾，他在火灾之前已经死亡了，这是一起谋杀案。但奇怪的是，法医没有找到任何致命伤，也排除了疾病和常见药物的可能，也就是说，暂时无法确定吉米的真正死因。对于一向治安良好的摩根顿来说，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案件。这里平均每年只发生1到2起凶案，发生火灾的次数也是屈指可数。而这一次是火灾加凶案。有了这一结论，警方立刻成立了专案调查组。他们首先对附近的居民进行了询问。夫妻俩所在的房子位于基拉尼大道上的森克雷斯特社区，这是一个古色古香、安静祥和的高档社区，而且吉米和米歇尔在社区小有名气。吉米·迈克尔1972年2月20日出生于摩根顿，
他曾是卢比纪念医院的呼吸科医生，辞职后成立了一家医疗用品公司，同时他也是一支业余橄榄球队的教练。米歇尔·古格斯1972年1月21日出生于西弗吉尼亚的克拉克斯堡，毕业于西弗吉尼亚大学，在校期间曾是啦啦队长，毕业后成为卢比纪念医院的护士。所有认识他们的人都不认为他们会与人结仇，也不会有任何财务问题。但是有知情者告诉警方，吉米和米歇尔结婚之前还有过另外一段婚姻，并且育有2个孩子。而吉米的前妻史蒂芬妮似乎对吉米另寻新欢一直耿耿于怀。米歇尔证实了这一说法，他告诉警方，这个史蒂芬妮在他和吉米结婚之后还一直打电话骚扰他和吉米，甚至会说一些诋毁和威胁的话。他认为史蒂芬妮是在嫉妒他们的爱情，并有可能做出过激的行为。如果米歇尔的话属实，那史蒂芬妮因为愤怒和嫉妒精心策划一起谋杀案确实不足为奇。因此警方很快找到了史蒂芬妮，并对她进行了询问。他说他确实打过骚扰电话，但他绝对不可能伤害吉米，因为他现在有了新的生活。而他接下来告诉警方的却是一个新的故事。史蒂芬妮说，在他们3人中，她才是唯一的受害者，是米歇尔夺走了她的丈夫。每个人都觉得米歇尔是个可爱又漂亮的女孩，但在靓丽的外表下，她有着不为人知的一面。史蒂芬妮和吉米在同一家医院工作，他们原本是幸福的一对，但自从米歇尔出现后，一切都改变了。尽管米歇尔也早已结婚，并且是2个孩子的妈妈，但在史蒂芬妮看来，米歇尔是个轻浮的人。有时他会走进办公室来一个高踢腿，以此展现他的曼妙身姿。他喜欢和男同事打情骂俏，特别是吉米。不久后，米歇尔和吉米的关系就突破了底线，而且这是在医院里几乎是人尽皆知的。吉米从医院辞职，多少也与此事有关。史蒂芬妮认为是米歇尔在勾引她的丈夫，也因此和米歇尔大吵了一架。但最终米歇尔还是和吉米走到了一起，所以她当时恨的是米歇尔而不是吉米，并且这个恨意也早已不在了，因为她已经再婚了，丈夫也是医院的同事，前不久还和第2任丈夫生了一个孩子，现在她很幸福。当警方询问史蒂芬妮在案发当天早上在哪儿时，她说那天她一直在家里照顾新生儿，她的丈夫也可以为她作证。史蒂芬妮很清楚，警方把她当成了嫌疑人。她告诉警方，如果想知道吉米的死因，他们应该去问米歇尔。他很冷漠，也很有野心，对他有所了解的人都不会喜欢他。很快，史蒂芬妮的不在场证明被证实，他的嫌疑也随之被排除。接着，警方又对吉米的朋友进行了询问，其中一个朋友告诉警方，吉米曾向他倾诉，说他和米歇尔的婚姻开始出现了裂痕。一次，他收到一个包裹，里面放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让你的妻子离我丈夫远一点。和纸条一起的还有一件米歇尔的衣服。米歇尔在证据面前也承认了自己红杏出墙，这一情况是警方之前所不了解的。他们又找来了米歇尔，询问他是否对吉米不忠。米歇尔的反应出乎意料，他坚决否认有过婚外情，并且言辞凿凿地说他和吉米的关系很好。在警方看来，米歇尔和吉米的朋友必然有一方说的不是实话，而米歇尔说假话的可能更大。但是如今她的丈夫已经不在人世，那她为什么还要隐瞒此事呢？警方又问米歇尔，案发当天她人在哪儿？米歇尔说，她早上6点到医院，之后整个上午都在那里。医院的考勤记录可以证实米歇尔的不在场证明。鉴于米歇尔极力隐瞒她的婚外情，警方有理由怀疑她的情人有可能参与其中，而米歇尔想保护这个男人。因此，警方试图解开米歇尔床子之间的秘密。令人意外的是，警方通过调查发现，米歇尔的情人远不止一个，而其中有一个人与吉米的关系非同一般，他就是吉米的一个员工波比。波比是吉米创业初期就跟随吉米的伙伴，他为吉米开卡车，如果吉米还活着，他一定把波比当朋友。
因为波比的收入远高于其他卡车司机。波比自己也承认吉米对他不薄，但他还是无法抗拒拉拉队长的魅力。他告诉警方，在火灾发生前3天，他和米歇尔就在吉米睡觉的那张床上发生了关系。他知道这是不对的，并且非常后悔做了对不起吉米的事。尽管波比说话的态度很诚恳，但警方仍然觉得波比有足够的动机。他想得到老板的妻子，也想得到老板的事业。但波比说他只是一个小角色，做出越界的事只是因为一时冲动，而且在案发当天他正在送货，根本不可能与此案有关。接着他还告诉了警方他所知道的关于吉米和米歇尔的更多信息。夫妻2人除了感情裂痕外，还存在其他问题，那就是钱。确切地说，是钱还不够多。吉米的公司确实在稳步成长，但现金流对于公司运营至关重要，因此吉米并不能完全满足米歇尔无节制的花销。而米歇尔也早已厌倦了护士枯燥乏味的工作，他想辞职开一家服装设计公司。吉米认为这样的公司很难盈利，而且需要很多钱。米歇尔是一个想要什么就一定要得到什么的人，对于吉米的反对，他一定很不高兴。据波比了解，他们在前不久互相购买了一份价值50万美元的人寿保险单，这些钱足够成为米歇尔创业的启动资金，因此米歇尔同样具有杀人动机。米歇尔的嫌疑确实越来越大，但现在的问题是他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而且吉米的死因还没有确定。由于夫妻2人都有医学背景，并且他们都有机会接触到特殊的药物，法医专家认为这有可能是常见尸检没有找到死因的原因，因此他们决定对吉米的尸体做进一步检查，其中包括对血液和肌肉组织的毒理分析。很快，法医专家在吉米的血液中找到了一种物质，该物质被证实是一种肌肉松弛剂，名为罗库溴铵。该药物是一种肌肉阻滞剂，通常作为全身麻醉的辅助剂使用。它见效快，效果好，并且效果时间可控，因此广泛运用于气管插管等紧急手术。该药物需要精确的计算用量，如果过量使用将使肺部瘫痪，从而导致窒息。有了这一发现，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吉米在大火时没有任何反应。人们看到的是火灾，而对于吉米来说则是活埋，所以之前推断吉米是在火灾前死亡似乎并不完整。也有可能他当时还能看到火势的蔓延，但什么也做不了。不过罗库溴铵在普通的药店是无法买到的，但在医院里这是常备药，通常都有库存，而且需要用到时都情况紧急，所以经常会放在易于取得的地方。那作为护士的米歇尔想要得到这个致命的药物应该并不困难。现在知道了吉米的死因，也知道了米歇尔具有犯罪动机，但他的不在场证明依然难以动摇。他达到医院的时间是早上6点多，这和案发时间差了4个多小时，他完全没有作案的可能啊。于是警方对米歇尔的同事再次进行了询问，这一次警方又有了新的收获。一名年轻的护士告诉警方，米歇尔确实6点多就到了医院，但他在8点多时看到米歇尔曾离开了一会儿，这一点米歇尔从未提及过。接着警方仔细查看了医院的监控，并且拼凑出了米歇尔离开医院的时间，大约为17分钟。有了这最后一块拼图，警方大致可以还原出案发当天所发生的时间线。米歇尔在离开家前给吉米注射了松弛剂，然后将电熨斗开到最大，这样就可以延迟发生火灾，而他则可以有在医院上班的不在场证明。这么一来，吉米将被判定为意外死亡，他也可以得到那50万元的保险金。但是他在医院等了2个小时，还是没有接到消防局的电话，他估计事情有了变数，因此他在8点多的时候离开医院回家看看。果然电熨斗没能引起火灾，而吉米可能已经死亡或即将死亡。于是他继续通过某种方式点燃了卧室的一角，然后回到医院。到了10点半，他终于如愿以偿地接到了消防局的电话。接着警方第3次对米歇尔进行了询问，
这一次询问持续了大约9个小时，但米歇尔始终坚称自己没有离开过医院。显然米歇尔说谎了，但监控摄像头不会。监控清晰地显示米歇尔在早上8点11分离开医院，8点28分返回。面对铁证，米歇尔不再反驳，他改口说是出门办事了。这一说辞没有任何说服力。2006年3月10日，米歇尔被指控犯有1级谋杀罪和纵火罪。由于检方所掌握的证据均为间接，因此针对米歇尔的庭审并不顺利。米歇尔的律师汤姆·戴尔指出，整个故事是荒谬的。他说，如果凶手和纵火犯是同一人，而且我们知道米歇尔不是纵火犯，所以他不是凶手。理由是这场火灾肯定是在10点之后的某个时间被发现的，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可以让火灾延迟2小时发生。检察官马西亚指出，当时卧室的所有门窗都是关着的，这非常重要，这导致这是一场缺氧火灾。它可以在有效的区域内阴燃很长一段时间，直到阴燃足够燃烧成其他物质，然后转为燃料，才能再次发生火灾。为了证明这一可能，检方召集了酒精、烟草、枪械和爆炸物方面的专家，他们制作了与吉米卧室相似的6个模型，其中床垫、地毯和油漆都是一模一样的复制品，然后把它们点燃。6个模型分别在阴燃后20分钟到2小时后突然起火。辩方看完实验后指出，6个实验中也只有2次延迟燃烧的时间接近案发当时的情况，这不足以说明问题。辩方律师认为，检方所说的一切都建立在推论的基础上，那同样也有很多对被告有利的合理推论存在。相比于没有直接证据的检方，他更担心的是因为被告的生活作风问题，导致陪审团做出不公平的裁决。被告以前确实有过外遇，也离过婚，但他从未伤害过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人。检方指出，但这一次动机很明显，那就是他们最近互相购买的价值50万美元的人寿保险，而且有一些事实证明米歇尔是个贪得无厌的人。检察官拿出米歇尔长达34页的火灾索赔清单来表明米歇尔是有多么贪婪。他随便读了几条，上面写着12瓶指甲油共计72美元，吉米的袜子30双共计240美元，诸如此类。检察官还拿出审问记录说，米歇尔在3次审问中至少说了100次谎。对此，米歇尔的解释是，审问是残酷的，即使我知道我不是凶手，也会尽量说一些对自己有利的话。Just cheated on my husband and everybody was already in so much pain. 检察官马西亚强调，在审问中说谎是一件严重的事，如此苍白的解释并不能把一切抹去。另外，在调查过程中，除了米歇尔以外，没有任何人能在吉米的意外死亡中获利。警方也没有发现其他嫌疑人。辩方律师反驳道，这就是问题所在。警方从未真正调查过其他任何人，甚至没有调查过其他能够使用罗库溴胺的人，比如吉米的前妻史蒂芬妮。而排除史蒂芬妮嫌疑的原因是她的丈夫为她提供了不在场证明。马西亚指出，因为他们没有说过谎，而米歇尔谎话连篇，这一事实是不会改变的。辩方律师试图解释米歇尔说谎的原因，比如为什么不承认上午离开过医院，因为米歇尔不想让医院的领导知道；为什么隐瞒婚外情，因为米歇尔自己感到羞耻，她只是欺骗了她的丈夫，不想让事情变得更糟。至于人寿保险，尽管她是受益人，但那是为孩子们准备的。辩方律师认为米歇尔没有杀死吉米的动机。在庭审中，米歇尔重申她与丈夫的死亡以及家中发生的火灾无关。检察官则毫不留情地指出，米歇尔是出于贪婪而杀人，他是唯一有动机、有能力、有可能实施犯罪的人。更重要的是，他有表演天赋。检察官希望陪审团能够客观公正地做出裁决。在最后一搏中，辩方律师提出，
也许没有人有罪，也许这不是一起谋杀案，甚至有可能是吉米自杀，因为他也有办法获得药物，他的动机也是让家人获得保险金。被方律师称，这可以被看作是合理怀疑。庭审结束后，陪审团在经过了1天半的讨论后，最终达成了一致裁决，米歇尔·古格斯有罪，并建议宽大处理。这一有罪裁决将自动判处米歇尔终身监禁。建议宽大处理仅意味着理论上可以假释。最终，米歇尔·古格斯被判处终身监禁20年不得假释。吉米的家人在接受采访时说，米歇尔已经计划好了这件事，他认为这可能是一次完美的犯罪，现在他将有充足的时间去考虑当中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一个如此追求完美生活的人却在完美犯罪中表现如此糟糕？